第一次去看诊，他说是中度忧郁。可是我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很不好的决定，就是既然不会好，我就不吃药了。停药之后的那个情绪反扑是完全没办法出房间。林先生，你既然第一步都跨出来了，你后面要接着走啊。把烦恼脱下来，留在地上踩。Let me make you high， 把口子都打开，东西露出来。JC all the night。Hello， 大家好，我是传播帝。今天的来宾呢，是我在电视圈工作的时候的同事，欢迎林俊逸。大家好，波帝好，我是林俊逸。今天俊逸来是要宣传这个演唱会，叫做《异行者》。对，这个演唱会海报跟你过往完全是不同风格，很未来感。然后听说还有加了很多像是 Go-Go 或是 Drag Queen 的元素。对，怎么这次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啊？因为一直都一样，怕大腻。我很腻啊！你自己很腻是不是？不是，应该这样说。我在这个行业应该做过很多场演唱会，然后每一场都会跟不一样的厉害的导演来合作。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心里面一直还是觉得说，还是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我自己。所以我就自己当导演。你这次自己当了导演，然后自己又是演出者，然后自己当统筹。就整个节目企划，就是我全部我自己做，会不会太累？所以我现在平常都开省电模式，因为平常你自己还在脑中跟自己开会，是不是？就像我说，只有我自己最了解我自己可以做什么，然后应该避免做什么。可是避免做，并不是说会做不好，而是你又不能丢失掉旧的群众。有一些歌大家都听过我唱，可是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的呈现方式。例如说编曲什么可能都要改。对，那这次会很动感吗？这次应该是我最动感的一次演唱会。你有排舞就对了，你这感觉就是一定会跳舞的样子啊。有排呢。虽然说你上一张的专辑就有一首很轻松的歌，但我好像没有看过你那么动感奔放的一面。我毕竟也是演歌舞剧的人。我知道他很厉害，十项全能。也没有到10项全能啊，大概8、9项啦。你也会导戏嘛，对不对？也会啊。对啊，你有什么不会？就不会的不多。我不会做舞台啊，工程类的是工程类的我无法。好，谁会啊？我们要是工程出身才会啊！你在艺人里面已经算非常多才多艺了。还好啦，我觉得就是你自己真的很喜欢做这件事情，而且你的那个 background 的动画可能都有放你自己的书法，是不是？应该会吧。他有跟我说过他的书法是有被高价收购过的，对不对？有。那怎么会想到用自己的书法去做 background 的设计？因为我觉得这场演唱会应该是我的缩影，我的音乐路啦，然后跟我的成长背景。好的，我最近刚好看那个金钟奖的罗时丰的一段表演，它叫做从电视开始，就是说这些人呢都是从电视出道的。然后他唱到阿妹的一首《听海》的时候，我看背光想说应该只有阿妹嘛，没有呢。那个五等奖的画面还有林俊逸先生哦，对，那个好久远了吧？原来我也有参加今年的金钟奖啊！我说没有唱到你的歌，但有出现你的人影，很清楚。那不是我吗？那个画面是不是有35年以前？35年了，哇！你当初怎么会去报名这个奖项啊？是被爸爸妈妈逼去的吗？没有，反正我从小我不太害怕面对观众，应该这样说。就有一天，然后出去玩的时候，就看以前五等奖都会在全台各地举办很多的试演会，我真的不知道，那就是海选，他就会去各乡镇这样子。对，然后我还不是在高雄，跟家人去好像中部不知道哪里。你从高雄跑到中部去海选？去玩啊，去玩，然后就经过一个什么地方，然后就是有试演会，当天经过，当天报名。然后我说我想上去玩玩看，唱完之后，因为他也不会立刻通知你，因为我们都有留资料嘛，就在联络这样子。对，他大概过了半年之后就打电话，那么久，对，他就打电话来说要开小朋友流行歌唱比赛，然后问我愿不愿意去参加。我妈妈一开始是不愿意让我去的，为什么？小学5、6年级我记得。然后他觉得我还是要有一个正常的童年生活，还是会害怕说童星会
污染，会长歪，对对对，有那个可能性。对，所以但我就跟我妈妈说，哎呦，反正就去唱唱歌而已，搞不好就是可能就去1-2次而已，这样。对啊，可是就是我很想去，然后我妈就说，那我妈就全程陪着，就是每一次的录影，她都从高雄带你上来这样子。对，然后所有的上电视啊，所有的事情，我妈妈全程陪着。约法三章的一件事情就是绝对不能因为去上电视就请假。哦，课业什么都还是要顾好。这是约定好的。那你唱歌的曲目都是自己选的吗？都是自己选的。当时有一个单位叫做新闻局，会关注你们吗？会，小朋友有一些过于情爱露骨的歌不能唱，是不能唱的，所以我们选歌变得很受限。就一些比较爱国励志的吗？就是我们可以唱《古月照京城》，古月照京城啊，我们可以唱。会不会没有人听过这首歌？文章的歌，对对，古月照京城。然后我们可以唱你喜欢我的歌吗？这种就是比较没有情爱的浓度没有那么厚的。那你总共是你是5度5关，然后第一位的小朋友只要比20关，然后我大概前后比了半年，很久哎。对，每个礼拜都这样上来。我们是2个礼拜录1次影，一次录2集，然后录影是礼拜天录2集。所以我跟我妈妈会搭晚上11:05从高雄开来的复兴号，早上6点5分到，10点才进棚。对，然后6点5分到了之后，我们就会在车站附近的麦当劳，然后等到时间差不多，我们再去坐公车，然后再去那个台视录，然后录完之后再搭台北开回高雄11:05，它是对向的。我总觉得妈妈心情应该不是很好，连续半年每个礼拜都要带小孩这样上来，真的好奔波哦。那个搭车太累了。面对这些什么几度几关，你会有压力吗？没有，完全没有，没有。不会想说啊，我怕我下一次没有表现好就不能连续这样子。不会，因为我觉得我一定会好。很狂妄，好喜欢哦。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我都可以表现好。你对歌唱是很有自信。对，上电视的服装也是妈妈会帮你设计打理吗？她做的。她做的。对，很多衣服、裤子那些东西都是我妈妈自己帮我做的，然后自己打版、自己车衣。这样打版？对，买布料然后拿来剪。哇，你妈妈是高手哎。上这个你去参加这个比赛，也让她有机会展现这个才华。她不只做衣服，她什么领带、领结那些，她都是她做的。她大概除了鞋子之外。好的，妈妈真的很伟大。那讲到我们比较结缘的时候，算是我当时做了一个节目，叫做 Money Money 麦克风歌唱竞赛综艺节目这样子。那主持人是小玲姐跟那个小胖老师，然后俊逸跟自从对，是我们的合音老师。对，你们每个礼拜录那么大量的歌，会不会准备合音这些很辛苦？因为那些歌应该是没有合音谱的吧？对我来说，那个并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因为我本来我也唱和声唱很多年，所以我采谱很快。例如一首歌花你多久时间可以处理完毕？我这样说啦，一场演唱会的，就是我们常常出去外面帮人家演唱会和声，然后一场演唱会的所有歌，我大概才1个晚上就采完了。我本来以为这个会对你们是一个压力，因为以我们制作单位，我当时就是单纯的找了谱给，比如说给乐手老师，但我没有想到你们的部分其实是我们要自己采。对，因为你们拿那谱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对不对？还是要听过歌顺一遍。我想职业的训练就是呢，反正是我采的谱，然后我只要听过，然后采下来，然后我只要照着上面唱就可以，然后我视谱又快。即使是别人采给我的谱，我也不用先练。你是可以直接拿到谱，看着谱就唱，没有就稍微顺一下，这个字比较多，然后稍微对一下，然后好可以录了。哇，真的很厉害。那你可以教我合音吗？因为我本人是那种很容易就被拉走的人，完全没办法合音。他觉得太难了，他不想挑战这个任务。不是合音这件事，和声这件事情，其实它不是容易的事。你把那个音唱对是一回事，可是你要和声有很多的美感，就是比方说我们去和某一个歌手的某一句的时候，你要去听
他那句是哪里不够，他只是增加他声音的厚度，然后你帮他堆上下，还是你要把他的声音包起来？哦，堆上下跟包起来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那个唱法会不一样，那就是口气是不一样的。堆上下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哦，堆上下就你随便唱一个。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三生三世我都不走难。这个就是简单的堆它上面的。那包的。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有你的地方。有不一样，那个真的是有宽度的感觉。好，这个是要常年的学习才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我们这一时半刻他是教不会我的。而且其实和声会它也牵涉到很多乐理啊，就是你的和弦走到哪，然后哪个音是合理的音。你是有学过的？当然，专业的训练。当然。哦，我没有做太多功课 ，sorry， 我道歉。上台北之后，我考进台北爱乐合唱团，然后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学。那你唱歌唱这么久，35年，35年很久啊，真的很久啊。有迷茫过吗？你做一件事情做了这么久，你一定中间会有困住的时候，然后我很多阶段都曾经困住过。那时候上台北了，然后有唱片公司找我，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帮人家唱很多 demo。然后唱片公司就说：“哎，这个声音还可以。”然后当时的几大唱片公司都有找过我，飞碟滚石之类的都有找过我。对，然后他们觉得我不好看，就是样子不好看，就不是他们不符合他们的审美观这样子。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哈，我原来要唱得好，还要长得好，还要长得他们想要的样子。”对，然后就好，那没关系，那我就唱和声吧。我怎么觉得那个打击很大不会，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那时候唱和声的时候，然后几个带我入门的老师，马玉芬啊，然后小玲姐啊，就是找我去唱和声的几个人，我从他们身上学到蛮多东西的，就是原来他跟合唱团那一套又有一点不一样，好，然后就慢慢的觉得，在台上找到我自己的位置了。你刚刚提到2位都是非常厉害的人物，马玉芬老师就是专门在指导配唱的嘛。小玲姐大家一定也都知道，就是她又是歌手，而且她从小也是，我记得没错应该是合唱团出身的，然后她创作也非常厉害。对啊，所以就是很多阶段你都会有不同的迷惘，然后你都会想说，那好，唱到这个阶段，然后呢，你会觉得不满足。我好像比我现在该得到的这些机会更好，我没有这么差，我应该要有更多机会才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好吧，那就再去比赛吧。星光你是当踢馆魔王吧？我是踢馆，然后星光又遇到另外一个恩人桃子姐然后桃子姐就是 cue 我去踢馆4次，然后她4次就 cue 我模仿4次，所以开启你的魔王之路其实是桃子姐对，然后后来才开了魔王，对，就是有很多，所以你感觉就是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比赛，重新就是蜕变出另外一个新的自己。但是一直在进化。我觉得每次当你迷惘困住的时候，我觉得那不一定是坏事，因为你作为一个站在舞台上表演的人，绝对要不安于世，你绝对不能满足于现状，要不然你的东西会变得一成不变，很容易就被淘汰掉了。例如在做这个演唱会的时候，我的心里又很挣扎，因为很多的歌迷会希望你永远都这样子你不要变可是你要进步可是你都不要变可是你要进步，可是这两件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冲突的，对啊，所以好，那我就在冲突里面去找平衡。你算是应该会蛮内耗的人，所以你一定会想办法，就是即便这么拉扯的2个选项，我就是会给你答案。就我会尽可能的找到一个平衡，也许会两边不讨好，可是至少我是舒服的，而且站在台上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一定要有质感。看到这个海报就知道啦，这个很高级呢。
对啊，我真的很蛮期待你这一次，就是完全全新的感觉，我是蛮期待的。对。然后我想到我去年在做那个睡睡你的爱睡睡我的爱这部戏的时候，刚好有在跟你遇到，然后就有聊到，因为这是精神疾病的议题。对。那你那时候有跟我分享说，你其实也有在看身心科。对。那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需要去寻求医生的帮助？我应该是在念文藻的时候就意识到我不太快乐，但是我真正去看医生大概还是上了大学。我觉得可能跟学校有关，因为文藻它是很鼓励你要去思考的，就是你很多人生的哲理啊，我们学校很哲学很人文，所以他会一直鼓励你要独立思考。我就会思考到我自己说，我好像心理生病了。有病识感是第一步啦。那我觉得其实我很幸运的是，我20几年前我就有病识感，然后我就去看了医生，然后去看了医生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啊，更糟糕吗？在跟医生对谈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说，原来他是一个我的心里的其中一个人格，他是我的一部分。就是在我去跟医生咨商之后。我第一次得到这个结论，大概是看了1-2年的身心科之后，然后原来他不会好然后因为我第一次去看诊，他说你目前是中度忧郁。结果2年后，就是看了1-2年之后，我跟医生讲说，其实我好像开始跟你咨商之后。又开启了我另外其他想问的问题，然后我又去想那些问题，然后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更快乐。那个医生是很好的医生，他就说好，那我们再重新评估一次。然后他说，好，那你应该是重度，对。可是我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很不好的决定，就是既然不会好，就不吃药了，我就不吃药了。但后来。因为我停药之后的那个情绪反扑很大，是完全没办法出房间，就黏在床上的那一种。对，然后黏在床上也没有在睡觉，好痛苦，就是盯着天花板，然后一直在思考很多问题，就一直在想怎么办。那你什么时候才又决定再去看医生？是我当时的室友把我拖去的，然后再去看医生的时候，就是还是同一个医生，然后再去看他的时候，他说：“林先生，你既然第一步都跨出来了，你后面要接着走啊。这些药物它不会治好你的病。”你的病要你自己去治，这些药物是帮你冷静下来，舒缓的一个概念，让你有空间可以去思考你接下来怎么做。它不是治你的病，所以你听到这句话就有点醒你。早期比较会是想要把那个人赶出我的，就是心里那个不快乐的黑暗的自己赶出自己的心。可是不可能。没有他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的表演不会精彩，因为他是最敏感的那个我，他是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我，会帮我记住我这个情绪是开心的，然后我如果接下来要有开心的表演的时候，那个情绪可以拉出来，然后这个情绪是因为这件事情让你有点心里不太开心，有点受伤，那如果就是他是一个帮我承受下来的人，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说我要去拥抱他，是因为跟魔王的这个多重身份的转换，你突然连接到他就是只是我的一个转换而已吗？就是你讲的文艺腔一点，就是不先爱自己，谁会爱你？就是不管怎么样，他已经是我的一部分了，然后你不可能丢下他。没有，因为其实像我自己也是属于那种晚上会非常多感觉的人。我就会想好多东西，我可能听歌也都会感受都会放得很大，但我知道那就是晚上的我跟白天的我不一样，那我必须得要容忍我自己晚上这么 emo， 但它也就是我可以创作的原因，因为我记住了很多事情，
或者是我 recall 很多我的回忆或干嘛来帮助我要书写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做？它是帮助我创作的一个很好的存在，就是我们与自己好好相处之后，其实会有正向的结果。对，我不知道讲这个会不会听起来很糟糕。当然不要伤害自己，当然不要。可是我们身边有一些跟我们一样状况的朋友，然后会选择离开。最近真的好多。对，然后很多人都会指责他，说你不负责任啊什么的，但你要去理解说他已经没有办法承担，扛不住他自己了。对，不要轻易谴责他人在生命的开关上做了关的这个决定，他也是逼不得已的。他求救的时候，其实你就应该要看见，你一定会知道他在求救。其实，因为我今天才阅读到一个朋友转发了一个讯息，就是他大概也是有个朋友，就是真的是扛不住了，然后就选择了关掉自己这样子。但在那之前，那个人就也许有在张贴各种他需要帮助、需要被拥抱、被接住的这些讯息。大家看起来可能觉得很荒谬，他就说：“我现在需要有一个人陪我，我需要一个拥抱。”那有的会很恶劣的说：“你有必要去看医生或干嘛？”可是你很轻易的一句话，真的是把他往深渊里面再推进去而已。你完全没有帮到他的忙。他其实有在求救，对，他很勇敢做出他的求救，只是你觉得他在胡闹。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不要回应，但你不要去给一个负面的。那这次演唱会里面有什么歌是要特别设计给妈妈听的吗？这次啊，没有，很多歌都是。好，有没有一两首可以先行透露，还是都是保密当中？保密当中，好，保密当中。那反正他保密，他绝对会在演唱会要开之前就把这些消息都释出，我们到时候都看得到，包含嘉宾什么，现在都保密中，但我大概知道有谁，不跟你们说。DJ Kai 啊，玛丽安啊，然后 Xavier 啊，然后 Grant 啊，对，然后我跟玛丽安认识是。也是喝酒的场合认识的。有一年我办了一个生日音乐会在 Easy Five，然后我就想要找一个 drag queen， 对，然后就刚好认识了玛丽安，然后就找她，然后我就跟她说，就是那可能要2首歌，因为2首快歌我会就是放在一起连续唱。她说好，没有问题啊，那我就先把音乐给她了。那 Easy Five 又不大，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地方。玛丽安当天，你知道她玩的有多疯吗？那个时候是堆跟奶霜公里面组给，好适合她表演哦。然后对嘛，你知道她整个不知道为什么把椅子举起来跟丢，然后就开始全场太好笑了吧？就全场在那边跟丢，然后跳完之后她喘到一个笑到我差点没办法继续唱。我就看他这样一个人累到大爆汗，然后喘到不行，然后满场飞那边跟丢，然后就是表演完之后，那哥今天这样可以吗？我说你太完美了，太完美了，200分。然后这次演唱会，所以我又特别找了他，然后他说好啊，可是也会这么喘吗？没有，我说其实上次是你自己把自己搞这么喘。没有人叫他跟丢啊，对不对？他自己要跟的。对啊，这是我希望，但是我希望我希望他是美的。我喜欢看他很自在的玩的样子，就是他要自在。所以他在演唱会上有一段自己的 solo， 是不是？当然。OK， 大家要期待咯，好期待。那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购票的资讯。好，这次呢是2026年的1月24日，礼拜六。晚上7点半在华山 Legacy， 然后在年代售票，对，赶快去买，不然就买不到咯。有超多，有猛男，还有 Drag Queen， 重要的我们的主秀吕俊毅，这么多彩多艺可以不去看吗？从 Beauty 频道，我们下次见咯，拜拜，一起来看演唱会。你原生家庭的状况有没有影响你对爱情的一些想法或看法？它有没有影响到我的爱情？其实。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其实是一个，很极端的人，这样子。